这里是陕西的米脂县，经常说米脂的婆姨谁得的汗。其实米脂不光是婆姨漂亮，在古代还出现了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，就是闯王李自成。1643年，李自成建立大顺政权。因为我们说的古代嘛，他的起义军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话，他就会建立自己的政权。就我们说的显示要正统，显示要建国。从古至今都有这样的说法。出人头地之后，要在家乡建房子，包括我们现在一样的。假如说在外面打工赚到了钱，或者做生意赚到钱，要回老家建一栋好的房子。那李自成也同样如此的。当时李自成建立了大顺政权之后，我们说的那可能就由下一步他要当皇帝，所以呢就命他的侄子返乡祭祖。在古代这个非常重要，就我们说的要把他的事迹告诉家乡，告诉他的祖宗。那他的侄子来到这里之后呢，就将这个马鞍山的一座庙扩建为李自成行宫，因为他等待以后李自成回家的时候也是要居住在这里嘛。那李自成来了之后，发现这个地方呢非常不错，就将这个马鞍山改成盘龙山，因为他觉得自己是真龙天子一样的。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行宫呢，差不多已经有400来年了，快400年。李自成的事迹大家其实非常熟悉，后面呢他失败了，他这个行宫他只来居住过一次。说到李自成，我们就会说到那个春冠一怒为红颜，就是说的吴三桂。那么为什么会说吴三桂呢？因为吴三桂基本上就断送了李自成的江山。李自成当过皇帝嘛，当时是大顺政权，登基没多久呢，被吴三桂引清兵入关，就是我们说过山海关，结果李自成的大败，然后退居北京，后面就逃跑，最终呢，我们说的好像死在湖北的那个九宫山吧。所以说，这个就是李自成的一生的缩影。作为他的行宫，其实修建的也是富丽堂皇。因为我们首先想到了陕北，那个时候在明清的时候，想到了就是黄沙滚滚，环境恶劣。但是在他这个地方修建的这样行宫，却是非常的与众不同。我们说的雕梁画栋，因为在古代时候嘛，我们说月累干耕，就是出人头地，要锦衣夜行。那么自然而然，他那个时候呢，基本上权力非常大，明朝呢基本上快他打趴下了。那自然而然，他就要在这个地方修建一座行宫。其实，在古代我们都知道，只要是皇帝的话，他在全国各地都有很多行宫的。李自成修建这种行宫的意义何在呢？一个就是我们说的是为了回家有个居住的地方，有个享受的地方；另外一种呢，就是他的目的是为了象征他的大顺国蒸蒸日上的气象。但是呢，我们也知道，大顺国只是历史长河中一个小小的浪花。这个广场这里呢，有一个雕像，一座塑像，那这个就是李自成雕像。李自成在这座雕像中，大家发现没有，是纵马一跃，似乎是要纵横天下，气势十足。那么李自成真的能纵横天下吗？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盘龙山古建群，这个山是叫做盘龙山。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它里面的建筑，前面这个亭子有点特殊意义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是叫做梅花亭。这个梅花亭是闯王李自成亲自命名的。我们说中国人比较喜欢梅花嘛，传统呢已经很久。我们有这样的说法：疏影横斜水清泉，暗香浮渡月黄昏。这个就是说的是中国人对梅花的推崇。它这个梅花亭是干嘛用的呢？在前面呢有一个戏楼，因为我们说的，我们现在的话可以看演唱会、看电影、听音乐。那么在古代呢，其实古人也有自己的娱乐方式的。那么大多数呢就是听戏。我们说的名角数不胜数，这个看电视剧、看小说，大家都能经常看得到。所以呢，它这里呢，也就是说，李自成站在这个八角亭，也就是说梅花亭在前面看戏，他是这么打算的。回来之后也要休闲娱乐嘛。这个建筑非常特别，整个在西北都很少能够见到这栋建筑。那这个建筑呢，就是当年李自成在起兵的时候，在这里我们说的歃血盟誓，就是祭天的地方，相当于是。这个建筑有点像我们说的天坛的类似吧？大家说是不是？李自成行宫，
前面这里相当于是二天门，就是整个行宫的，我们说的古代的时候一个咽喉之地啊，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，在这个地方呢才能进去，才能看到里面的情况。我已经上来了，这个地方就是行宫的，我们说的可能是正式入口一样的，这是过道，两边还有耳房，不知道当年这个地方有没有这样区分啊？中间是李自成过的。两边可能是他的下人或者属下过的，不知道有这样说法没有？一般在宫殿，很多时候是有这样的说法的。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一下，我们经常说绥德、陕北这里很多石雕，古时候啊，石鼓上面还有神兽，这个就相当于我们说的镇宅用的，镇宅辟邪，大家应该都见过了。这里的石雕、石鼓也很奇特，因为它当时已经我们说的君临天下一样的。所以很多时候呢，它代表的东西是不一样的，可能就是神兽、狮子这些，两只狮子，还有这个不知道是什么，有点像我们说的麒麟跟龙一样的，这个就是它的身份的象征。看看上面门毡，然后有龙，因为那个时候他基本上，其实所有人都知道，他可能要当皇帝了。这个地方是叫做玉皇阁。也是皇家才能使用的，上面还有一个武当风景，就是说李自成回到家乡，回到这个行宫居住的时候，这个地方是他登高看风景的地方。然后下面是一个拱洞，这个就有一点我们说的走方城名楼的感觉。而且大家看一下，它这个地方呢，很多都是那个石头铸成的，因为米脂、绥德这边石雕非常有名。然后用的很多都是石头，而且呢，在陕北啊，包括我们整个西北建房子跟南方不一样，像这些狮子不知道是那个时候遗留下来的还是现在。这个已经到了中间有一些核心的建筑的地方，那个李自成，我们说的他为什么会失败，其实有一点就是我们说的他的局限性，他没有从当时转变，我们说朱元璋最开始也是属于义军嘛，但是朱元璋转变了，就变成地主阶级了。那李自成呢，可能就是没有掌握这个尺寸。大家看一下这些建筑吧，精美不精美？这个我感觉应该是保存下来的，真是雕梁画栋啊！在底下可能看不清楚，到了上面的话，能够观看的清清楚楚这些。可能这些建筑呢，都几百年的历史，我不知道这个门有没有几百年。前面那个建筑非常核心，现在是叫李自成纪念馆，以前是叫启祥殿。它这个是行宫的正殿，模仿了明代京城宫殿的建筑风格，气势庄严宏伟，内部富丽堂皇。它是严格仿照宫殿建筑而来的，所以启祥殿也是古代封建社会等级制度的一个真实写照。你看大宋政权的李自成，那么他自然而然就是龙的代表，古代都是这样的，以龙嘛。这个应该就是我们常说的，丹壁石，在故宫里面也有的。这个一般我们给大家说一下，这个东西的话，平时也不能走的，皇帝一般也不能走的。皇帝是什么时候呢？皇帝登基结婚的时候可以走，其他时候一般也不能走的。刚才那个启祥殿可以说是仿照明朝宫殿的建筑，就是它议事的地方，因为作为一个领导嘛，他有很多属下来议事，那就在我们刚才看的启祥殿。那么到了这个行宫的最深处呢，就是我们说皇宫的最深处一样的。那李自成要休息嘛，那这是一个小2层的建筑，那么就是李自成在行宫的休息的地方。那么1楼可能就是他的书房，2楼就是可能他睡觉休息的地方，它是2层的建筑啊。这个行宫大家发现没有，其实不是太大，整个呢总的占地面积呢是11000多平方米，建筑面积呢是46000多平方米。其实相对来讲的话比较小，可能比很多那个我们说的地主张院都小一点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一个是当时李自成呢还属于我们说的在跟明朝打仗，财力呢可能没有那么雄厚，因为作为来讲的话，这个只是他家乡，
他如果当上皇帝，他定都呢可能也会在北京，所以这个地方呢，只是一开始的行宫。假如说李自成最终当了皇帝，整个统治的话，他可能在老家会重新修建，所以当时这个呢只是一个开头吧。那作为他的行宫，为什么能够保存？这个也可以说是关于李自成记载保存的东西仅剩的一种吧。因为是这样的，当时清朝入关之后，就要消灭李自成所有的痕迹。他当时大宋政权嘛，因为清朝标自己是正统，就要把这个弄掉，所以呢叫清除。但是这个行宫，因为当时当地的老百姓呢，在清朝可能来之前，就把它重新弄成真武庙。因为当时最开始是用真武庙扩建的，所以当时就因为是一个庙宇，就把它保留下来了。这个行宫我们就差不多看完了。李自成只当了42天皇帝，他在老家建的这个行宫啊，只居住过一次，但是修建的还是很豪华的。单单我们现在看到的都这么豪华，那么在当时修建起来的话，就更了不起，更豪华了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再奢华，他也只居住过一次，后面就没有再回来过了，挺可惜的。